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馅料的制作。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古法秘传的红豆馅。那这个红豆馅呢，做出来之后，不只可以运用在甜点当中哦，只要你降低了这个油分跟这个糖分哦，你也可以单独用这个冰淇淋球挖成一球一球的红豆泥球哦，单吃也相当的好吃哦。那这个食谱是一个一举两得的食谱，不只可以做出古法秘传的红豆馅，它也可以做出养颜美容好喝的红豆水哦。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在家简单就做出古法秘传的红豆馅，跟养颜美容又好喝的红豆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我这个红豆洗干净了呢，大约是这个3米杯左右的量。所谓的新豆旧豆，你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买到的是旧的豆子还是新的豆子。基本上新的红豆才会好吃，旧的豆子水分比较干燥，有可能煮不透。红豆它的这个皮有带一点点的涩味，所以有相当多的师傅透过煮掉这个第一次、第二次有的人甚至有3次把这个水煮过了以后要倒掉。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至少来做1次好了，1000 cc 左右的水。那我们现在先让它煮一下，把这个涩味煮掉以外，如果它待会煮过以后还浮在水面上的话，请你把它捞出。很快呢就煮滚了我们就关火。你看我这上面有好多是浮起来的那这就表示它们是空心的豆子，煮起来也不会透。的确，因为我今天这个是旧的红豆，买了有一段时间都忘记吃了。你一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不确定煮了以后浮起来的部分就是空心红豆，我们就把它捞除。我们捞除了这么多都浮起来的，那里面现在这个涩水我全部都要倒掉。我们就要来加入干净的饮用水。这个细的豆沙泥顺道一起煮红豆水，所以我今天用的水量大概就是我有3米杯的红豆，然后我加到10杯的米杯的水，我顺道做一点红豆水来喝。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3倍左右的比例，那平常喝红豆汤就是5到6倍。好，那滚了我们就上压。那现在我们就等这个指示线升起大约到2条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计时。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红豆我们就计时15分钟快锅的朋友我建议你用这个电锅可以，那只是电锅真的时间会很长。电锅我们第一次就是加2米杯外锅的水，跳起来以后我们稍微焖20分钟以后再加2米杯，所以总共要加到6米杯的水才可以真的很软很好喝。所以我觉得电锅稍微耗时一点，所以我个人偏好用快锅。那你可以看到现在2条线已经开了，我们现在就转成小火，就计时15分钟。这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关火凉就直接拿到水龙头下这样子冲这就是快锅快速泄压的方式。别的牌子你可能要问清楚，但我这个是 Fissler 的。那通常 Fissler 跟 WMF 我都确定可以这样冲它会很快的就降下去。这个红豆煮的有多软了如果现在你是要喝红豆汤的朋友，这时候你调上你喜欢的这个甜味就是这个一碗非常好喝的红豆汤。在加糖之前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盐让这个甜腻味会减低用手比较方便，我们就是用2手，拇指加上食指加了一撮，这样子还可以防胀气。那我因为今天呢要做的是红豆沙很细致的红豆沙，很古法的红豆沙，你看起来是完整，但是它是压下去就是非常软了我们放凉才来做红豆沙不然手会烫死。稍微凉以后的这个红豆，我们现在要来教大家怎么样洗这个红豆的沙这个是古法，传统的古法就是这样做豆沙。但我必须强调，市面上目前有很多网络啦或是一般食谱分享的做豆沙泥的方式也有人是带壳的。我现在做的是这个古法的，它不要红豆皮的涩味跟这个口感。如果你喜欢的是这种带皮的，觉得方便的话，那你可以搜寻这个带皮的做法。好，我们就是拿一个一般的滤网，然后我们就捞出来我们红豆，因为我们刚刚的沙跑出来的并不多，都还在豆里面。但是你觉得有点难洗的时候，就是加一点水，这是靠洗。你说真的会不会很麻烦？我觉得大概就跟洗爱玉差不多了。其实用这个带皮的红豆馅，老实讲我做过，我也觉得也是很不错，带点皮的口感。那多出来的皮或是没有煮透的心我们就不要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洗出来的就是这个红豆沙大家如果呢发现你煮出来的红豆汤这个红豆怎么还是硬的，然后不好吃，或者说有的硬有的软，你不要怪你自己，不是你的技术是你买的红豆。你看我其实这里面有好多是这个沙
生的豆，就白白的部分就是这个豆。为什么呢？我用快锅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煮软，原因是它根本是一个老豆。什么叫老豆呢？就是它已经没有水分，水分都已经干掉，所以这些豆本来就扎口，本来就不好吃。好，那我们洗出来的红豆呢，这些渣记得通通都不要，这些都是涩味的来源，就是拿来做堆肥什么的都可以哦。搓一搓，然后发现有沙了，就进去洗一洗。好，其实你过滤出来了以后，再按压出来，其实全部都变皮了哦。我们把刚刚这个在汤汁里面这个汤哦，我们一样一起进。这个沙我们现在要把它过滤出来。这个工具又出现了，这个我想大家都不陌生，这是我过滤豆浆的这个网子，很多朋友想买，可以在露天拍卖呀，或者是网络找找看。也有的朋友找到，但是他说网目这个细致度有差，好像洞比较大。那大家也不用特别买了，你就用你家里一般的。然后呢，我们套上一个这个袋子，这个袋子在台湾的这个生活百货五金行都有，它叫做珍珠豆浆过滤袋，它是新的一种豆浆过滤袋，不贵哦，大概100出头哦。那你就是这样子套在，我们就套在我们这个网子上，红豆沙哦就全部倒进去，不用担心。哇，你看到没？这么多的沙哦，所以你看我们洗出来这么多的沙哦，倒进去，不要浪费哦。一滴都不浪费，我就全部都刮进来了。我最喜欢玩这个部分了，因为其实这个珍珠袋哦，它非常的细，它其实很快速的哦就可以把它过滤下去，不用太怎么洗这个网篮哦，它都很干净。你看。它已经很快速的哦，就这样，我们就稍微的放它一下，上面甚至压一个重，马上就滤干了。我觉得非常的好用，也非常的简单哦。这样子摆了以后呢，上面压一个重一点的盆子哦，或者是你有这个铸铁锅，我就这样放着，我就去做别的事。但是也不要重的太离谱，因为这个网子等下会破掉哈。好，不到1分钟哦，我已经全部几乎都滤干了。这个线泥滤的越干哦，你炒的时间就越短。我们炒的目的是要把水分炒干，几乎要做完了。你看，好棒，好漂亮的豆沙馅哦。好细哦，我们就靠自己做的这个豆沙馅来做什么？鲷鱼烧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做鲷鱼烧用自己的豆沙馅真是太美味了。做这个中式的豆沙包子也是一绝，真的很赞。这是我最喜欢的饮料，这个呢我们就加水哦。加一点冰糖来滚来喝，这就是红豆沙，也可以称为红豆水。现在外面市售还有人出什么薏仁水、红豆水、排湿，我觉得这个是最天然的这个红豆水，对女人呢、对孩子都非常的好。夏天真的很适合这个当饮料，我们就把它等一下哦，就马上煮滚，加上一点点的微微的冰糖哦，我们就把它放凉，然后放冰箱，真的超好喝哦，有多好清。它随便哦就这样冲一下，竟然就好了耶，就可以晾干咯。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买一个这个珍珠布哦，炒这个红豆沙了，让它变成一个可以放的比较久，而且更为润口的红豆的馅料。这个是我们刚刚滤出来的红豆水哦，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我觉得夏天喝这个淡淡的甜味，或者你甚至可以不加糖的，非常的好哦。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壶，几乎我可以全部喝掉。炒红豆沙呢，还需要2样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油脂。那我今天呢，用的是3杯米杯的这个红豆，去掉了这个皮还有不熟的心以外，我们做出来的沙哦，总共量起来大概是500公克上下啊。油的部分我们就要用到100公克的油。那我今天的油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白白的，其实这个100公克我里面混了1匙的猪油哦。那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就用一般的食用油就可以了哦。大概就是1/5，所以你自己可以稍微的量。如果你洗出来的沙是400公克的话，80公克的油就可以了，用自己稍微的推算一下。豆沙的馅哦，它的糖的用量是用到1:1，但是我发现太甜了，这样很不健康，所以我改到500公克的这个豆沙哦，对上的200公克的砂糖，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可以再加1大匙的桂花酱，如果你手边没有桂花酱的人就不用加了，我觉得一样好吃。我们这个100cc 的油哦，含有猪油的部分哦，就一起下来。这时候的火哦要中小火，不然这个红豆泥哦会容易炒焦哦。然后你要不停的在这边搅拌哦。那很简单，我们就是这样炒到糊糊的，然后水分越来越收干了哦，我们就要来下糖。
哇，这时候其实好香哦。那这时候我们把糖给放进来哦，你可以分次炒。再把糖里面的水分给炒，再收缩一下，再把火加大一点点。当然慢炒是一定保证是不会烧焦，还是需要一些火力，不然你的这个时间会花得很久哦。那这时候呢，如果你需要加桂花酱的人哦，你就可以加桂花酱。之前在煮红豆汤的时候已经加了1撮的这个盐哦。如果你希望这个腻口度再更低一点，这时候我们可以再加1撮，就是拇指加食指抓出来的1撮盐，我们就把它撒下去。它不会吃出咸味的，不用担心哦。但是却可以把腻口度降低很多哦。可以用这个耐热的刮勺，它很好刮。不用担心这个是细胶哦，因为有网友跟我说，为什么用这个彩色的有毒的塑胶？不是，这个是细胶，它很耐高温，而且无毒无气味哦。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尽量的拌匀，像这个等一下最后就很好刮出来。好，我觉得差不多馅料要完成咯。我们这个红豆馅你可以再缩一下，放凉了以后我们放冰箱哦，它就会变成一整团，跟这个肉馅一样。在冰箱里面就会变得很稠了哦。提醒大家哦，这个红豆馅一定不要炒焦，因为这个馅哦，只要有一点点地方有焦味哦，整个馅就毁了。那我们就装填完成咯，就放在这个消毒好的容器。这有沾一点，我吃吃看，真的好好吃哦。我觉得这个红豆泥馅哦，我们减了糖是正确的，吃起来非常的这个不腻口，而且感觉入口即化。之后我们会为大家分享自制鲷鱼烧还有红豆包子的影片哦，那再请大家拭目以待咯。我觉得非常好吃的馅料推荐给大家。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古法手做的豆沙馅。梦幻厨房在我家，跟着影音学做菜，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